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中国导演们，求求你们学学《追风者》导演怎么拍金融吧！《追风者》爆火，国产剧精致穷终于被对了。哎呀，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咱们的聊一部让无数观众激动不已，也让不少国产剧编剧和导演们汗颜的电视剧《追风者》。这部剧一播出，简直就是给那些总是把金融鳄鱼拍的跟玩似的国产剧一记响亮的耳光啊！小编我追剧这么多年，见过太多所谓的金融谍角色，那穿的比小编我还时尚，住的比小编我还宽敞。每次看到这种剧情，小编我都忍不住想吐槽，这到底是哪儿来的金融谍啊？怕是比小编我还要有钱吧？咱们来说说《追风者》为啥能这么火。民国金融谍战剧《追风者》正式开播，其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喜爱。剧本方面，《追风者》同样丰富有趣，切入点新颖独特，主角和配角的人设都非常饱满有趣，尤其是王一博饰演的男主魏若来，绝顶聪明，做事机灵，但因为年轻且底层出身，面对强势之人时通常表现得十分软糯。编剧巧妙地用多个分析来衬托男主的聪明，又用生活细微处展示男主年龄的稚嫩与鲜活，使得角色在观众眼中迅速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为日后的成长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演员的表演也为角色增添了很多特色，合适的年纪该有的朝气，以及自然又可爱的细微动作。王一博将角色的特点诠释得非常精准，台词尤其好评，低音炮非常悦耳。这剧情一听就让人心头一暖，再加上演员们精湛的演技和剧组对细节的把控，哎呀，真是看得小编我眼泪哗哗的。咱们的承认，这部剧之所以能打动人心，除了题材本身的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真实的让人无法忽视。你看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穿着民国的制服，在建于世纪初的摇摇欲坠的房间里工作，墙上的斑点简直就是国家困难时期的现实写照。再对比一下那些精致穷的电视剧，小编我只想说，你们能不能走点心，别再糊弄观众了。说实话，小编我理解，影视作品嘛，毕竟是一种视觉艺术，追求美感是没错的。但是啊，这种美感的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啊，你不能为了追求表面的精致，就牺牲了生活的真实性吧？那观众看起来，岂不是跟看了一场假戏一样？小编我觉得啊，真正的金融话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困境。那些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人们，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复杂而多样的。他们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现实的无奈，更有对命运的不屈抗争。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和展现的啊！说到这里，小编我又得吐槽一下那些金融话题的电视剧了。你们能不能别再迎合市场和观众的喜好，而失去了作品的深度和思考啊？小编我知道，市场和观众的喜好对影视作品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啊，一部真正优秀的影视作品，应该敢于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的迎合观众啊！咱们的承认，《追风者》的成功，确实给国产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它告诉我们，只有真实的反映生活，
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这部剧的火爆也引发了观众和业内人士对国产剧如何真实展现金融主题的复杂性的讨论。小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说实话，小编我追剧这么多年，也见过不少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关注大亨们的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可能会让人感到沉重，但是他们能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才是影视作品应该带给我们的国产剧该如何才能摆脱重复的怪圈，真正拍出金融话题的真实和力量呢？小编我觉得首先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编剧和导演们应该走进在金融部门工作的生活，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而不是坐在空调房里闭门造车，凭空想象。其次的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真实的人性光辉。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在困境中的挣扎、坚持和希望，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力量，这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得敢于直面社会现实，引发观众的思考和共鸣。影视作品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应该敢于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逃避和掩盖。只有真实的展现面临财务困难，才能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说了这么多，小编我也得承认，《追风者》这部剧确实给小编我带来了不少思考。它让我看到了国产剧在展现贫困时的真实性和深度，也让我对国产剧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小编我相信只要编剧和导演们能够用心去感受生活，去关注人性，去敢于直面社会现实，那么国产剧一定能够摆脱金融轨迹的怪圈，真正拍出金融的真实和力量。说了这么多，小编我也累得不行了。但是小编我还是想听听小伙伴们对这部剧的看法。你们觉得《追风者》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跟小编我一样被它的真实性和深度所打动了呢？快来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吧。咱们一起聊聊这部剧给咱们带来的思考和感悟。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